李亚林听到这话，整个人顿时一怔，久久没能回过神来。因为之前的职业原因，他对万隆店非常熟悉，而且他甚至知道万隆店投入了巨额资金，在叙利亚建设了自己的永备基地。对佣兵组织来说，能做到拥有一个永备基地，那基本上一下子就能领先其他同类佣兵组织一大截。雇佣兵这种东西，比起红五这样的灰色势力，更让各国执法部门厌恶。绝大多数的佣兵组织在世界各国都是过街老鼠一样，只能偷偷摸摸的生存，绝不敢堂而皇之的亮出招牌，除非这个组织能与政府深度合作。美国虽然有许多佣兵组织，但除了少数与白宫合作，专门为白宫鞍前马后充当炮灰的组织之外，其他的基本都是悄悄隐藏在美国，他们大部分都由美国的退伍军人组成。为了不被本国警方打击，只能以单兵的形式在本国正常生活，然后去海外接任务。比如有的佣兵组织一共就100多号人，大家平时都有各自打掩护的身份与工作，装得像个守法公民，接到任务之后再伪装成游客出境。虽说在国内也谈不上犯法，但毕竟是武装战斗人员，所以在国内必然要受到重点盯防，总归是要偷偷摸摸。也正是这一点，限制了绝大多数佣兵组织的发展。可是，一旦一个佣兵组织能光明正大地拥有自己的永备基地，这一下子就完全不一样了。万隆店与叙利亚合作的时候，美国中情局调查过其中的原因，甚至还想出手干预，以免万隆店在叙利亚实力发展过快，影响整个雇佣兵行业。但叙利亚铁了心要跟万隆店合作，据说还跟叙利亚境内十分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哈米德有关，似乎万隆店与叙利亚政府军以及哈米德三者之间达成了某种协定。当时这个消息传回来，美国中情局立刻做出推断，未来2-3年之内，万隆店就能一跃成为全世界实力最强的佣兵组织。如今叶晨忽然说整个万隆店都是他的，这确实让李亚林震惊不已。旋即李亚林忽然想起什么，他脱口道：叶少爷，我记得之前还传出过一个消息，说是万隆店已经征服了燕京叶家，难道这都是您放出来的烟雾弹？对，叶晨直言不讳地说道，在真正的敌人出现之前，我都会尽量隐藏实力，韬光养晦，外界若是知道万隆店归顺了叶家，这件事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届时我的身份恐怕都隐藏不了，所以与其这样，倒不如让外界以为叶家已经被万隆店拿捏，甚至已经不足为惧，只要外界不关注叶家，我的身份就能继续隐藏。李亚林轻轻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当年杀您父母的人和前些天试图杀您外公外婆的人很可能隶属同一个组织，那您确实的沉得住气，尽量隐藏锋芒，对方时隔20年还不罢手。这件事的背后恐怕还有诸多隐情，万一让他们知道您还活着，恐怕对方一定会立刻对您动手。是，叶晨淡淡道，我不喜欢敌暗我明的处境，趁着现在敌暗我更暗，抓紧时间找出他们更多的线索才是当务之急。李亚林正色道，叶少爷放心，我会尽快去一趟叙利亚，与那个活口见一面。叶晨看了看时间，开口道，行，这就是我需要你做的2件事，你现在就可以离开这里了。说着，叶晨又道，对了，安家人最近一直没离开纽约，他们一直在曼哈顿的安邦大厦落脚，我建议你还是先去见见他们，因为他们对你非常关心。好，李亚林不假思索地说道，那我就先去见见他们，既然外界不知道我那天就在现场，那我去安邦大厦，就算对方在暗中关注安邦大厦的情况，应该也不会对我有所怀疑。
毕竟我跟你大舅的是多年好友，我们家与安家也是世交，我去安邦大厦拜访也是天经地义。叶晨点了点头，道：他们那晚见过我，知道你被我安排人给带走了，只是他们应该想不到你能活过来，等你们见了面之后，你就告诉他们，是一个神秘人给你吃了一颗丹药之后就活了你，然后让费小姐送你去见他们。至于神秘人到底是谁，你也不知道，他们肯定会把救你的人和救他们的人联系到一起，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去猜测吧。好的，叶少爷，李亚林认真道，我记下了。叶晨点点头，打开房门，将费可欣叫了进来，开口道：费小姐，麻烦你安排直升机，亲自送李探长去曼哈顿安邦大厦，最好提前跟我大舅联系一下，就说你有事要登门拜访。当日我救他们的时候，是你带人负责在现场善后，他们肯定不会对你过分戒备。费可欣恭敬道：好的，叶先生，我这就联系一下安家人，跟他们打个招呼。此时此刻，曼哈顿安邦大厦，安家人正在一起开会，汇总并讨论近期各方面的情况。安老爷子最近的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还在不断恶化，所以每天醒来，老太太和几个儿女都要用很长的时间跟他解释如今的情况。好在老爷子也是大风大浪过来的，虽说自己对当日发生的事情已经没了直接记忆，但听子女们解释之后，便能立刻捋清楚目前的局势。自从出事到现在，安家人一直没有离开纽约。虽然他们已经开始恢复处理家族的各种事务，但为了安全起见，老爷子还是决定让大家暂时都不要离开安邦大厦。叶晨的小舅安兆南一直想去老婆董丽琴的娘家一探究竟，与自己认识将近20年的爱人竟然是隐藏在暗处的杀手，这让他一直难以接受，甚至想顺着这条线深入调查一番。可是安家的手下很快发回消息，董家所有人一夜之间下落不明，仿佛人间蒸发。安凯峰授意手下去查董家的资产线索，查了好几天才终于查到了一些信息。于是安凯峰便向家人汇报道，我派出去的人经过调查后发现，董家的企业、股权、债权以及所有不动产已经在事发之前全部完成了变现，有的是卖了，有的是抵押了，总之他们竭尽所能的把各种资产都变成了钱。安兆南连忙问道，那他们虽然失踪了，但他们总是要把这笔钱带走吧？我们顺着钱往下查，总能查到一些线索。安凯峰摇了摇头，认真道，坏就坏在董家把所有资产变现了70多亿美元，竟然1分钱都没有带走。什么？安重秋惊呼道，没带走？那这笔钱呢？安凯峰道，他们在事发之前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但是没把钱立刻装进去，而是在我们出事之后，把所有资产全部打包做进了信托，然后人间蒸发了。说着，安凯峰又道，估计就是在他们确定任务失败之后。操！安重秋立刻爆粗口骂道，这帮人真是够嚣张啊！钱不带走，直接做进家族信托，这摆明就是想告诉我们，他们还会再回来。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